還有國內的朋友給我发信，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根據国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到4月份，全國70大城市的房價銷售同比、環比下降的幅度小了很多啊，甚至有的城市都翻紅了，感覺有上漲的可能性。就是給我講這些話的人，你們得騙得有多慘呢？我真不知道你們有多慘。你們看數據我特別支持，但你能不能整體看數據啊？就是你們看數據是咋看的，我就不懂。你們沒人發現一個特別逗的事兒，就是2026年1月1號，中共國家統計局重新確認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統計數據的基期，基礎的基，日期的期，期權重和更新樣板。也就是2021年中共剛對房地產市場統計數據更換了基期權重、更新樣板。2026年1月份再次更換了房地產統計基期權重和更新樣板。所以現在的基期變成了什麼？2025年最後的房價了。權重換成了最抗跌板塊，樣板變成了前5年降價最慢樓盤。去國家統計局官網查一下，你不全清楚了？基期是統計數據的基準時間點，你2021年房價為基點100，你2025年12月跌了75%，2020年1月跌了70%，那誰都知道100%到70%跌了30%，結果現在基期變成2025年最後了。拿跌了75%的做基期，2025年就是100，2026年1月對照2021年的基期就是跌了30%，但是對照現在2025年的基期只跌3%，跌30%，因為原來那個5一算這個基期衡量就是3，表示只下跌了3%，你以為是跌少了嗎？就中共這個花樣經常玩，你們不看看嗎？再加上這3%的權重還變了，把最抗跌的板塊列為權重，選的樣板是5年降價最少的做樣板，那他媽廢話，對吧？100個人99個都餓死了，我他媽拿着最有錢最胖的人做樣板，告訴大家現在體重幾乎沒降低，你信嗎？你不是傻逼才信嗎？就是為什麼大家看數據的時候啊，說哎呀，這個2026年什麼前季度房地產没跌，你他媽不看看国家統計局都告訴你了，基期變了，權重樣板都變了。你如果按曲線畫，現在以2030年跌更慘的地兒做基期，那他媽全中國房價還上漲了呢，全面上漲了呢。所以感興趣的可以去問問 AI 啊，不管中共國內外面的人。問問中共國家統計局2026年怎麼變更的房地產市場統計基期權重和樣板區域，你看完了怎麼改變，你不就全明白了嗎？他媽 GDP 不增長了，換個比較的基準條件就增長了，換個數值，他媽 M0 不行，增加個數就完了，房地產不行，把基期權重全他媽換了不就行了嗎？所以中共國人多傻吧，你說？我就說多傻，就是中共玩的團團轉，但是老使這個，你們怎麼都不明白呢？國內那幫傻逼不敢講，出了國了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就中共這點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濫手段老用，我都講這麼多年了啊，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所以現在消費他媽跌的幾乎衰退，投資就已經跌得連褲衩都沒了，別再關心房地產市場了，你想死啊？啊，什麼他媽收窄收個嘚兒啊，對吧？唯一還能剩什麼？外貿，外貿不賺錢，但是流動性好啊。悲催的是什麼？這點流動性眼看着也要被幹死了啊！就是不管是這種 WTO 等傳統的國際貿易組織也好，還是現在的 CPTPP 等新型的貿易圈子也好，啊，有人說 WTO 被中國腐蚀了，一樣，
全世界所有的这种框架，就是只要是经贸的組織，就不可能允許一個自身沒有大的消費能力，就憑借其廉價的勞動力、政府的補貼和大量的非市場化手段來維持瘋狂進行產能擴張，進而向全世界低價傾銷自己產品，就沒有一個允許的。這種行為就等於一個國家把自己的經濟壓力和就業的壓力都傳導出去了，讓其他國家為這個國家維持經濟和就業去買單，這他媽就是流氓！你先不管是什麼樣，所有的協議框架合同中都不允許這種情況，明白了？大家看看就行了。所有簽訂的，包括中國跟任何人簽的，被列為絕對禁止。也就是中國現在實施的貿易，它的基礎是什麼？是在幹着一個被全世界所有貿易組織嚴格禁止，要受到重要懲罰這個事情。邏輯很簡單，全世界的全球貿易強調的是共贏、合作發展，不是誰利用自己的優勢把別國的工業或農業都擠死，讓其他國家工業農業大規模倒閉，大量人員失業。中共國現在的外貿就在呈現出越來越明確的趨勢，所以大家現在看見最紅火，別看今天鬧得歡，明天給你拉清單，已經不僅僅是美國、歐洲、澳洲、日本、韓國等國家了，全世界大量的國家都正在加快構建對中國現在這種產能過剩、國際傾銷的集體防線，也就是全世界對中共國這種傾銷方式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所以整體上從過去那種君子的形式你幹吧我就不太理你容忍，現在已經上升到什麼完全的政策防範階段歐盟、美國都在制定政策，所以這個集體的防線一旦確立，都往確立，那你放心吧，那外貿那就不是這個下跌的問題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共國自己都在隨時準備着閉關鎖國的原因。他知不知道這麼幹會出問題？知道。所以等到全世界很多國家採取一致性的對中國的封鎖政策，那這個時候中國整個的外貿就是瞬間就全崩塌了所以中國現在在各種領域，我們的設備採購、互聯網、什麼芯片各種方面都在玩命幹這種中國制造，但是制造不了，關鍵性的設備全都只能進口，中國啥也幹不了所以外貿等被封閉以後，那中共國三馬車全崩就不是想動亂它也得動亂了大家明白就好了。這就是現在中共國的一個情況，好吧，就沒辦法就是這樣的一個。那這個情況產生的更嚴重的後果是什麼？就這個局面今天這個話題講透了，就是我們所有中共國，我現在拿的也中共國的護照，我們這些老百姓，我们这些中共国人就倒大了没了，真的倒大没了。中華民族在這個世界上幾千年曾經有的名望上百年華人在全世界各地留下來的概念全沒了。我最近呢，因為這幾個月吧因為一些原因，就跟很多朋友處理很多事情包括什麼美國的、英國的一些歐洲的朋友在底下聊，都是外國的。然後呢，人家也很坦誠的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討厭。然後我就說，那以前呢，二三十年前，如果他們能給一個中國人定義屬性不是咱們偏偏，人家就是說中國人很善良，中國人很勤勞，中國人愛動腦筋，中國人不愛武力，很文明。然後你現在問他中国人幹灰產、幹黑產，中國人都是間諜，中國人是強姦犯、迷姦犯，中國人幹壞事兒，就這20年評價能差這麼大，就是過去對中國人所有國外西方的認知，現在幾乎都沒了。就為什麼這個沒的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
給這個中國人貼的標籤導致的。我們看看現在中共國都有什麼標籤？經濟領域，全世界最大最多假冒伪劣產品的制造輸出國，產能過剩倾銷国；技術方面，全世界最大的技術知识產權盜竊模仿國，最大的专利論文剽竊國；法律上，全世界最大的芬太尼原材料供应國。你们習慣叫国外叫芬太尼前体，就是芬太尼原材料，就是制毒品的原材料。全世界芬太尼毒品的原材料几乎全是中国供应的。中国拿这个玩意兒給美國博弈，美國一旦給中國什麼厲害了，中國就拼命出口，讓全世界毒品一下增加。你們不知道這個芬太尼在美國社會的影響有多厲害啊！法律上，全世界電詐、地下賭博、網賭等大量灰產黑產的來源地，最多的非法資金、數字貨幣洗錢的來源地啊，英國、美國、意大利的威尼斯等等，現在都在抓大量的案件啊，非法洗錢，全世界最大的非法人體器官的移植國，最大的地下的石油天然氣的走私國等等。政治上，中國到處在西方設立間諜組織，設立警察站，花錢收買政客和學者啊，像這幾天美國咱們都知道，加利福尼亞州阿凱迪亞市的市長王愛林被指控叫未公開等級的中共國政府非法代理人罪，這在美國是一種間諜罪，市長間諜罪。對呀，還有花錢偷技術幹壞事的很多，比如說最近意大利警方抓捕以後移交給美國的徐澤偉，真實身份啊，美國證明就是中共國國安部門的黑客，還有為全球恐怖組織提供資金幫助的啊大國，比如說前段時間西班牙馬德里中共國38歲理髮師給哈馬斯組織轉了60萬歐元的數字貨幣，查封理髮店的時候還凍結了啊他當時沒轉走的38萬歐元的資產。還有這種政治避難潛伏機制，這個他媽讓歐美國家內部都感覺到自己都要被中共滲透成篩子了。以前講過2024年習近平訪問巴黎，數千名已經加入歐洲國籍的中共國民眾全程歡迎，紅旗方陣。這些人大部分當年都是以政治避難的原因拿到歐洲合法身份的，政治避難就是中共迫害他們呀。結果習近平來了，全去歡迎，這不就等於是中共利用西方人道主義和政治避難的法律漏洞，把大量中共的親中共的人安排到人家國家內部呢？啊，所以等等，跟上面這些事比，大家知道我講的什麼啊？德國、英國、美國出現的中共這種男性對女性的集體的迷姦等等，都不是大事了。這一兩年，海外對於中共國各種電詐、洗錢、地下錢莊、剽竊、偷數據、虐待勞工，比亞迪、巴西虐待勞工、海外警察等各種消息發表的頻率是原來的 N 倍，到達什麼程度？現在叫中國跨境有組織犯罪這個詞兒標籤都能成為彭博社、BBC、紐約時報等國際新聞媒體2025年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中的一個詞彙，叫中國跨境有組織犯罪，多可怕吧？大家想想，這種情況下，中共國人在全世界這些人心目中下降有多快？上百年建立起來的這些信用，中國人腦袋上這個標籤現在被成為什麼樣子？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個他媽流氓，他的生存邏輯中有一個很神奇的觀點，就是如果我自己建設不好，我就讓別人更差，把別人都搞垮了，我就顯得好了。中共就拿這個作為自己政治博弈的核心思想。所以在中共眼裡，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太蠢了，因為西方的民主自由社會中，不管是法律法規還是國家機制，都默認民眾具備道德信仰，會自覺遵守法律和法規。在這種情況下，那現有的這些體制
中共眼裡不就漏洞百出了，天天钻空子。所以中共什么政治領域、學術領域、商業領域、技術領域、金融領域、政治領域、這個司法領域、社會領域全鑽，無孔不入的使用灰色、黑色手段進行消耗和侵蝕。這邊完了以後，在國內用國安法、反間諜法約束國內民眾，無條件為中共國提供各種服務，讓你偷什麼就得在海外偷什麼，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幹那对不起，危害國家安全，你他媽就是犯罪分子。不僅如此，这2年大量的把英国、美国、歐洲很多華人商會的負責人著名的大學教授、律師英國從總商會到地區商會400多人都一樣，全拉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贊助，這些人無條件成為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的 EMBA 或 MBA 班上的學生。大家想想是幹啥去了？对呀，每次去全是中共領導接見，我有好多哥們兒都去上，都照照片，全是領導，包括蔡奇蛋都是領導接見，給錢給這給那，你們想想在幹嘛？所以中共這幾年實際上在做一個整個對西方國家從社會高層一直到社會底層全面的灰產黑產的滲透。中共管它叫什麼？叫覆蓋所有領域的超限戰跟滲透戰，而且每年投入的資金都翻的增加。我跟大家講過，就像華人主播找過我2次，重金收買咱們都知道二王王菊花、王岐洲都是中共的大外宣，早講過了，很多錢你們看他的東西在國內表現就知道當然絕不止他們倆，很多人，中共給錢瘋狂做這些事兒。那這些事的情況呢，就會出現很嚴重的後果。因為在現在的網絡時代、數字時代，全世界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家不是傻子呀。就中共這麼成體系、國家化的偷技術、侵犯專利、傾銷產品、安插間諜、派駐外宣、洗錢、支持恐怖勢力、建立灰產和黑產的白手套體系、操控學術或政府內部人員、偷數據、製造政治難民，把當地有影響力的華人領袖徵召回中共，安排事情等等。這對於現在的西方國家一抓一個準，一抓一個準，而且讓國際社會能夠形成中共國是極端危險的這種集體共識。結果是什麼？幾百年積累的信譽全沒了，上到政府，下到民眾，都正在成為這個世界被排擠跟歧視的群體，很多國家都在發生。所以大家能夠看到，特別是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內，這1、2年出台了很多針對中共國的政策。比如中共國的電子產品已經幾乎難以進入歐洲市場了，不僅准入門檻大大提高，而且要承擔終生風險。中共很多軍事政治類高校的畢業生，別是專業就是學校畢業生，基本上都很難拿到西方國家的永居，更別提護照了，因為學校被列為危險院校，大量間諜是這些院校培養的，不是人家拿有色眼鏡幹你，是你天天幹壞事，人家哪有時間去鑑別？那就全民都壞了。現在西方一線的科技實驗室，特別是2025年下半年開始，所有的華人學者，就是你國籍是中共國的，已經實施叫科技封鎖，所有核心研發團隊都不允許有中共國國籍的學者參加，因為知道你既然是這個國家的，這個政黨一定會派你來偷東西，你不偷都不行，法律會讓你來偷。中共国的商人在全世界大量的地区開戶都會被歧視待遇所以你就算你在迪拜這種跟中共國這麼緊密的地方，你開一個公司賬戶你試試，看看會不會被歧視。多少銀行一聽說你是中共國的，馬上就不幹了，不管什麼情況都不可能，不允許。所以這2年中共在各種全世界領域受到的排擠越來越嚴重，但這麼情況下還在中共不斷擴大和深入超限戰滲透戰。為什麼？原因很簡單，習近平是傻逼，中共是流氓。那這個政黨內部從來都是以政治正確跟政治
這個忠誠作為衡量所有工作結果的。所以搞垮西方，滲透西方，形成中共的统一战線，这是中共涉及到所有外事活动各大部委的最核心的政绩。任何中共的政府部门不管是从西方能窃取的技術，或者腐蚀了某些西方的市场，或者收买了学者或政治家，或者建立了警察站，或者能拉攏当地的商会，或者能破壞当地的正常金融秩序，或者能在西方制造一些混亂，這在中共國內都叫重大的政治勝利，相關官員都有很好的政績，並且獲得升官發財的機會。而這些行為可能導致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共國每一個民眾的鄙視跟敵視，對這個國家相關產品和業務的限制跟封鎖，那根本不會是中共國這些涉外部門 KPI 考核的任何內容。抱歉啊。然後傻逼西民，弱智以為超限戰、滲透戰、全民戰爭可以保證中共天下無敵，下面的什麼統戰部、安全部、信息部、技術部各種外辦努力制造相關成果，向習近平表達忠心，給自己創造政績。然後呢，更加的为什麼翻番盲目和愚蠢的加速進行？中共這個執政黨出現這種情況的本質是，他的心裡就完全沒有維護這個國家和民眾長遠發展利益的任何責任心，所以不擇手段的幹所有的壞事。至於給這個國家和民眾產生什麼影響不管，他能奴役就行，慾望無限大。未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國獨裁統治這段時間，這種景象會越來越嚴重。海外的華人一定要注意，因為中共在國內政治、商業、金融、科技、軍事等所有正面戰場上都在快速衰退。在國外的貿易商業市場、外交市場受到越來越多文明國家的聯合圍剿，自己幹的自作孽不可活，所以任何常規手段都沒有破局可能。中共又很蠢什麼都不懂，所以中共國會形成一種什麼我必須這麼幹的一個行為，導致什麼？導致在全世界成為危險的共識無法改變，很難改變的。華為是危險的間諜技術組織，中共會在全世界到處設立警察機構，警察，中共會試圖讓華人商會或出國的年輕人成為間諜。就是大家想想，這種認知一旦成為海外很多國家的人的共識，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幾十年改變不了。我們一個人對一個人形成一個固定看法，改變都很難。所以呢，中共自己把中國人陷於這個地位常規無法破局的中共只能幹嘛？變本加厲的在海外使用賴以起家的地下黨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建，希望通過螞蟻搬家式的全領域滲透來達成目的。這個方式它成功過。匈牙利的歐爾班政府執政期間，中共用這樣的方式統一戰線在匈牙利把匈牙利控制成為歐盟的一個釘子，成功過。所以中共就認為這個東西能繼續成功那這個未來中共要幹的事就把只能數千萬海外華人的生存空間打到極窄的地方國際聲譽就沒了，國家的國際聲譽就沒了。然後所有在海外做生意的人不開玩笑，你们的商業體系都被中共當作賭注送上祭壇了，好吧閉關鎖國了，真的這邊閉關鎖國了，那在灰暗面、黑面，在海外的各種行為，中共將會更瘋狂。那時候就會中共的行為會迫使西方世界構建更全面和系統的對中共國的排毒和殺滅體系。我們沒有辦法，逃不了，真的逃不了中華民族100年的聲譽和整個這個國家融入文明世界的入場券都已經完全沒了。
所以现在目前中共干的很多事情，或者在中共的教育下干的很多事情，就像我讲的这种学生干的事情和中共自己干的很多事情，已经是被西方各国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架上了。对啊，你像美国这种渗透到市长的事情啊，像威尼斯这种几十亿的洗黑钱等等，这些事實罪證，中共一點辯駁的可能性都沒有，任何大外宣造謠也沒有辦法挽回局面。就這些罪證都會成為讓中共快速垮塌的一個負擔啊，壓垮駱駝的這些重擔。但是呢，比較殘酷跟痛心的事實，就是在這個倒閉之前啊，中共利用國家機器主動操控驅使，在全世界幹的這種黑暗的超限戰跟滲透戰，把國外的很多華人，特別是有一些地位、有一些資產條件的華人，推向一個全員惡人的深淵。所以大家有時候在美國發現說，為什麼有資產的華人被現在清查的特別厲害，有地位的華人被清查的特別厲害，就是既然不能辨別，那就全按照壞的人來做，而且這種認知是一個全領域覆蓋。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西方排解的也是普京為首的寡頭集團政治，俄羅斯的文化、藝術、體育、科技，西方還會比較公平的待遇，中國人不一樣。已經污名化了啊！科技研發控制，科技產品嚴格審查，多領域封鎖，商業金融謹慎對待，社會治安歧視等等。所以呢，這個污名化是一個全領域的污名化。對啊，全部的海外華人都推向深淵。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明顯的，就是跟人聊20多年，因為我在國外很多年。你真的20多年前，你跟人聊中國人，那時候去壞的人少，人家就是說很善良、很勤勞、聰明、愛好和平，沒有攻擊性。你現在再問問他，啊，土財主、大款、坑蒙拐騙，啊，國家組織犯罪、間諜，到處鬧事兒，就是就這20年，就是整個這個國家、整個這個民眾就被中共幹的行為，全都拖到最底線，好吧？但是後果呢，我們擔啊，中國共產黨他媽不擔，哎，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這麼多吧，啊，跟大家就講這麼多吧，啊，沒有辦法，就我們只能，我現在在這只能使這個能力去講，啊，因為咱們也都知道，對，有人說了一盤散沙，啊，中共的這麼多年的洗腦式教育就是一盤散沙，啊，民眾不光是散沙，傻逼特別多，大量傻逼。啊，所以只要有口飯吃啊，其實那不是口飯，那麼多自殺的，死了也就死了，無所謂。